你迟到了。妈最近是在练习走。老公，你也不能怪他，毕竟他坐着轮椅过来，想快不了啊。我不想听你解释，赶紧进去坐着，别耽误我正事。去那儿坐着吧。好。感谢大家来参加我儿子的婚礼，来吃点喜糖，沾沾喜气。是新郎官，是你亲儿子吗？龙鼎负责人吴总马上就要到了，我要赶在他来之前解决掉这畜生。感谢各位在百忙之中能够莅临我和嫣然的婚礼。在婚礼正式开始之前，我要向大家宣布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。人生有3大事：成家、立业、孝敬父母。如今前面的2件事我已经完成了，现在也该到了我向父母尽孝的时候。所以在这里，我要感谢一位特别重要的，是他给了我生命，是我成长道路上的信仰。没有他的支持，我就不可能站到现在这个高度。夏总说的人应该是靠卖菜把他养大的母亲。我听说那人只是夏先生的养母，但这么多年一直把他当做自己的亲生儿子对待。我们家云凯啊，一直都是一个刀子嘴豆腐心的孝顺孩子啊。接下来，请允许我隆重的邀请一位我非常敬重的人上台致辞，她就是我的母亲谢玉兰。儿子，妈就是个农村来的，下面坐这么多达官贵人，我来致辞，不会令你丢人吧？哎呀，您是我妈，我看谁敢挑衅？好，不，云凯，你是不是搞错了？我才是。我没搞错，他才是我的亲生父母。我在我的婚礼上邀请感谢他，让他上台致辞，有什么问题吗？原来你已经知道自己的身世了，还找到了亲生父母。不然呢？你以为你个老残废还能上台致辞呀？今天我就告诉你，不仅仅是我儿子的结婚典礼，还是我儿子的认亲大会。原来是你们！哎呦，大伙评评理呀！我怀胎10月，好不容易生下了儿子，就被他给偷走了，害得我儿子吃了20多年的苦呀！我可怜的儿子呀，20多年认贼作母，被他吸了20多年的血呀！我以为夏总的母亲是个好人，没想到竟然是个畜生。自己没有孩子，就去抢别人的孩子，比畜生还畜生！妈，事情都已经过去了，咱们现在有仇报仇，有怨报怨。云凯，他们是在蛊惑你。当初看到他们扔掉你的时候，你还在襁褓里，怀里还塞着石头呢。事到如今，你还想污蔑我的亲生父母？夏云凯，你疯了！她可是你妈！你试试，有你说话的份吗？你撒谎也不过过脑子！这全天下有不心疼孩子的父母吗？就是，不心疼小汤还来不及呢，怎么我把他扔了？你这个偷娃贼，偷我的孩子还敢污蔑我！你的心到底是不是黑的？云凯，别人不了解，你还不了解妈妈是什么样子吗？我养了你25年，整25年啊！我看着你长大的，你生病，我比你还着急。你开心，
我比你更开心。我付出这么多，不求你有什么回报，但是你够了。盛竹清，你费尽心思掩盖自己是贼的样子，真的很恶心。小天的亲生父母在这儿，难道你让他不相信他的亲生父母，相信你这个贼吗？小天，云凯，你给我闭嘴！他说的没错，我从来就不叫什么夏云凯，我叫贾小天。盛竹清，你根本就不配做我的母亲上台致辞！不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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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这是断绝母子关系的协议书，我劝你在龙鼎集团负责人吴世清来之前把它给签了，否则我要你好看！云凯，够了！你别以为我不知道你装这副可怜巴巴的样子想干什么，你不就是知道我即将继任龙鼎集团董事长，想要钱吗？好。这有100万，远比你这些年在我身上的花销多出来的那些，就当我是他还你的。还有这些东西，这是我第一次获得第1名的时候，你给我买的玩具车，还有8岁那年，你说你亲手给我织的围巾。现在看来，这只不过是你为了在我面前装作一个好母亲而犯下了累累罪行。我见到这些我就恶心！别太过分！你就不怕龙鼎董事长知道你如此对待救你、养你的恩人，会取消你的继承权吗？龙鼎集团的董事长已经隐退了25年，我只需要在龙鼎现任董事长吴世清来之前把你们赶出去，又有谁会知道这里发生了什么？还是想说你就是吴世清，吴总？这枚玉佩，你说它特别珍贵，别以为我不知道，这就是你25年前死去儿子戴的。我还那么珍贵的带了他25年，我一想到我带着他我就恶心。不要！董事长。从今天开始，你就是我盛竹清的儿子夏云凯。我知道有朝一日你会找到自己的亲生父母，过上幸福美满的生活，但我没想到你我的母子关系会以这样的方式结束。既然你心意已决，好，这个字我签。哪来的你？这100万我看不上，从此你我再无瓜葛。等等，各位，鉴于我即将继承龙鼎集团，这青云集团对我来说也毫无意义，所以我决定
将青云集团贱卖100万，价高者。贾总，青云集团市值已经达到了上千万，而且潜力巨大，你竟然舍得贱卖，蠢货才不抢呢！我出200万，400万，我出400万，600万，我出600万。夏云凯，青云集团是我当年送你的，为什么要这么对他？就是因为这集团是你和你那死人老公开的，我嫌恶心，而他们更脏。一个恶心，好一个嫌脏，没想到我辛辛苦苦养育25年的好儿子，竟然是一个彻头彻尾的白眼狼，不分是非，忘恩忘义，不配拥有青云，不配尊享龙鼎。骂我，你也配？这25年来，你除了给我一口饭，给了我一个破公司以外，你还帮助过我什么？是，你是救过我没错，可这海城首富是靠我自己努力得来的。你就是一个自私卑鄙的残废，有什么资格对我颐指气使？好的很呐，这就是你立于巅峰之后的嘴脸吗？今日我本想抬你攀高山，送你登绝顶，即使你对我恶语相向，我也置之不理，全当你心智不全，受人蛊惑。但你千不该万不该，不该辱我丈夫和儿子，伤我心扉。既然你认定所有的一切都和我无关，我满足你。武世清，属下在。贾小天有眼无珠，大逆不道，枉为人子。我命你撤销他龙鼎的继承权，收回一切权利。是。什么？夏云凯，我希望你记住你和你家人今天的所作所为，千万不要后悔。盛竹清，你是不是脑子坏掉了？你就是那退隐多年的龙鼎集团的董事长，而他就是龙鼎集团的现任负责人吴世清，吴总。没错。放肆！你敢动他一下试试？动他？他竟然敢在这说出这种话，简直是胆大包天！他要是敢坏了我好事，我不光要打他，我还要废了他。至于你，敢冒充龙鼎集团的现任负责人吴世清，你简直就是胆大包天！没错，众所周知，今天是我和小天结婚的日子，同时也是小天继承龙鼎集团的日子。一会儿张总就会带着龙鼎集团的继承合同过来，而你根本不可能是吴总，你是盛竹清请来的演员。想以吴总的名义来唬住我，可惜功课没有做到位。放肆的人是你！本来包庇罪人就已是大错，现在还敢冒充吴总，更是罪加一等。来人，把他们2个人腿打断，跪在一旁，恭迎吴总亲临。就凭你们，也想动盛女士？什么？这怎么回事？你说这男的，他不会真的是什么大人物吧？你是什么人？什么？这不可能！明明是盛竹清请来的演员，这怎么可能是吴总呢？他一定是假的。这是我爸发给我的，不可能是假的。这个老东西还真是个大人物，这可怎么办呢？哎呦！盛董，属下目睹这一切，已然痛心疾首，为您感到不值。恳请您将这白眼狼交给属下处理。他如今
你不再是我儿子，你怎么处置我不过问。是。夏云凯接龙鼎集团董事长令，取消你龙鼎盛世的继承权，并收回青云集团，被开除了。怎么可能？我怎么可能被取消继承权？我怎么可能被开除？怎么，连话都听不懂了吗？集团董事长的命令，还轮不到你来质疑？吴总，未能及时认出您，是我们的疏忽。可是您因为这个就要取消小天集团的继承权，未免也太过了吧？不，你们刚才当着这么多人的面，对他下狠手时，觉得太过了。吴总，虽然您一直在劝，但想必你也悟，他盛竹清就是一个自私卑鄙的罪人，他根本就不是什么大人。他就是个小偷，你不要被他迷惑了。对，20多年，像这样的人就该严惩。闭嘴！这群蠢货，胆敢再对盛女士说一句不敬的话，我就让你们死无葬身之地。吴总，你是不是忘了，我是海氏4大家族之首秦家的独生女，未来秦家的继承人。在你想动我们之前，是不是好好掂量掂量，是否要这样侮辱我和我的丈夫？告诉你，就算是你爹秦元伟来了，也得因为有你这么蠢的女儿而下跪磕头。就算你真的是吴世清幼主，你可别忘了，我是龙鼎集团董事长钦点的，在这儿，我就是老板，你有什么资格取消我的继承权？没错，你继承合同都拿不出来的人，在这装模作样干什么？我儿子儿媳妇说的对，不过倒是你一直护着他，你俩不过是有一腿吧？什么意思？还什么意思？这还不够明显吗？你对他这么客气，你们俩肯定有一腿。我说大兄弟，我看你也是事业有成的人，偏偏跟这个卖菜的废人在一起，我看你这眼光也不怎么样嘛。盛竹清，还我叫你这么多年母亲，你竟然能做出这种事，简直枉为人！没想到啊，大华第一财阀龙鼎集团负责人竟然委身与这种垃圾在一起，真是天大的笑话！你们简直不可理喻！小吴，我曾经教过你，莫让蚁民扰太岳，你只管收回继承合同即可，大可不必对牛弹琴。你说的对，我也是被这群蠢货气昏了头。装，还在装？你们两个一唱一和的，就想恐吓我？不可能！我告诉你，等我当上龙鼎集团的董事，我第一个开除的人就是你，刘特助到。小点儿，刘特助带着合同来了，是不是就证明你马上就要成为盛世龙鼎集团的新董事长了？这刘特助现身已经是板上钉钉了。贾总，恭喜啊！恭喜啊！恭喜啊！大公，等你掌控了龙鼎集团，一定不能因为心软而放过这几个老家伙。嫣然说的对，人不混，位置就站不稳。爸妈，嫣然，你们放心吧，这些我一定为我们讨论。吴世清，盛竹清，你们刚才不是还扬言要取消我龙鼎集团继承人的身份？现在刘特助已经将龙鼎集团继承合同提了上来，你们有什么话要说？愚蠢之极！只要盛女士不改口，你就永远不可能继承龙鼎盛世。吴世清，你还在这装听做事？不过没关系，待会儿你肯定要向我下跪求饶，求我再给你一次机会。刘特助，我命令你把龙鼎集团的继承合同给我呈上，然后再把吴世清这个蠢货给我开除，权衡一封杀。还有这个老东西，要让他碎尸万段！还愣着干什么？还不赶紧把合同给我呈上来！
各位，夏云凯忘恩负义，是个不折不扣的白眼狼。今日我宣布，我要收回龙鼎盛世。盛竹清，你是不是脑子昏了？你觉得现在还有谁能听你的命令？龙鼎集团的负责人在这儿，你们要干什么？哎呀，老公，刘特助一定是想先把这2个垃圾清出去，等到宴会厅干净了以后，再把合同给你呈上来。刘宪文见过盛女士，龙鼎继承合同已送到，请盛女士收回。请盛女士收回。盛主席，你要干什么？放下我的合同！拿开你的脏手！你要敢毁了我儿子的合同，我让你死无全尸！是因为你，我儿子当上董事长，我跟你没完！不要！盛竹庆，这可是大华第一帝国荣鼎盛世的继承合同，你连碰它，你都是犯下滔天大罪。你若是敢撕了它，我定让你死无葬身之地！好啊，我倒想看看你怎么让我死无葬身之地。盛竹清，你撕我合同，杀了你！怎么样？夏云凯，这些年你是不是觉得你自己过得太好了，以至于你觉得养了你20多年的养母一文不值？居然敢打我老公！贱人，你敢打我？现在所拥有的一切，包括你的命，都是你的养母所赐，可你却嫌她、厌她，是为了回到丢弃你的亲生父母身边，把你有眼无珠、始乱终弃。够了！夏云凯，20年，我就算养条狗也会冲我摇尾巴，而你却忘恩负义、狼心狗肺，真是让我太失望了。盛竹清，老公，别着急，我爸妈马上带着其他3大族的族长马上赶来，他们都是董事长一手培养出来的。只要把这2个废物的所作所为告诉董事长，到时董事长自会重新寄来一份合同，我看看他们还怎么收场。盛竹清，得罪了我，你们还有活路？可是得罪了4大家族的长老和龙鼎集团的董事长，等待你们只有碎尸万段。 4大家族当年不过是跟在我身后的几条狗而已，想要压我，真是可笑。是谁？这么大的胆子，竟敢羞辱我韩省4大家族！爸妈，你们怎么才过来啊？闺女、女婿，这是怎么回事？婚礼怎么暂停了？这是什么人？他们是谁啊？就是他。 他就是当年偷走小天的那个人贩子。小天本来有意与他好聚好散，可是他不仅大闹我们的婚礼现场，还扬言要撤销小天的继位。不仅如此，这个盛竹清还口出狂言，不但侮辱4大家族，还说各位叔伯们是他身后的哈巴狗。什么？简直是吃了雄心豹了胆，不但敢耽误婚礼，还敢在海省对我4大家族不敬。 看来我们4大家族人事代表，有人不把我们放在眼里，依我看就应该将其杖杀，以儆效尤。你要杖杀我，知道我是谁？你是个什么东西，也配我们认识？董事长，您当年与他们相识时用的是假人，况且您现在变化这么大，他们认不出，正常。叔叔伯伯。 他就是那个口出狂言的老东西，原来就是你这个老家伙，见了我们4大家族还会立即下跪自裁谢罪，这样我们还能考虑留你个全尸。说什么？
吴世清，还有你，单凭你大闹婚礼，任凭盛竹清撕合同这一点，就够我们死心思，让你们自裁，已经是给你们面子。好一个四大家族，好一个自裁谢罪，区一个海省，乃至整个大华，水太浅，火太小，没有人能让我低头。至于撕毁合同这件事，更是可笑。龙鼎本来就是我的，我要收回这张合同，就是一张废纸。你们有什么资格质问我？什么资格让我下跪？你一个废物，竟敢如此猖狂！得罪了四大家族，吴世清也保不住他。好大的口气，这是不把我们海省百家放在眼里了。屈家家主没这个资格，再加上我海省房地产大亨陈家掌权人呢，可否让你跪下？不过是一条绳子上的几只蝼蚁，撼动不了海省。那再加上我海省能源王王家，如何？那也只是蝼蚁身上的几根羽毛罢了。那再加上我海省天子秦家，可否让你惧怕？你毁了我女婿的人生，大了我女儿的婚礼，还侮辱我海省四大家族。今日我若不杀了你，我四大家族何以异于此？还有你，吴世清，你敢再力保他，就是和我们四大家族永世为敌！永世为敌！盛竹清，你也看到，得罪了四大家族，这吴世清用命保你，今天你也逃不掉。盛女士的意思是，海省世家上百，只诛其四，太过于人微言轻，实在不值得盛女士多看一眼。不知其他百族是否也要站队四大家族呢？好大的口气，这是不把我们海省百家放在眼里了。你以为你是谁啊？首富大人吗？既然如此，我海省百族愿与四大家族一起将你二人绞杀，以儆效尤。听到了吧？这就是我们海省秦家的实力，随随便便一句话就可让百家追随。你们要是识相的话，最好赶紧自裁，让小天带着你们去给董事长赔礼道歉，这样的话才不会死得太难看。没有用，今天不管你们做什么，都不可能再获得龙鼎盛世的继承权。啥意思？我的意思是，在座的各位还有一盏茶的时间，只要现在跪下给盛女士磕头认错，还可以给你们和你们的家族基业求得一线生机。真是笑话！意思就是说，如果我们今天不在这儿磕头道歉的话，他就可以让我们逍遥法外吗？你只猜对了一半，不仅仅是破产，而是在大华再无立足之地。去打听打听。我们四大家族在海省的影响力，我们掌握经济命脉，持续50年至久100年的基点，就凭他一句话，他算个什么东西？不知死活的东西，还在这强装做事是吗？我打死你！嫣然，你竟敢打我老婆！我连你说我打他还不是信手拈来？既然您这么不懂珍惜，坚持下去，百大家族或者算了。3分钟之内，让海省百族全部破产。吴世清，别装了！你说3分钟之内让海城几家小家族破产，我信。但你要说让海城几百家族破产，你知道天方夜谭这4个字几写吗？在这个世上，唯一一个电话能让全族破产的，只有龙鼎盛世集团的董事长他老人家本人。你假装在这打一个电话就耀武扬威，你以为你是个什么东西？我们四大家族屹立已久，就连他董事长也得给我们3分薄面。现在就听你的几句话，
你就想让我们100年的基业破产？做梦吧你！你就这么确信？抛开身份不谈，我秦家有自信、有能力作为3大家族的依仗，而你只会躲在男人身后。你是个什么东西？还说什么3分钟之内让海城几百家族破产，简直痴人说梦啊！不过也对，像下等人穷尽一生也不会想到权贵的底蕴有多么的庞大和可怕。秦总，我们公司被宣布破产了，这怎么回事？是啊，本来工程什么都好好的，怎么突然被清算了？难不成他是个什么大人物？慌什么慌？这都是吴世新做的假象，来迷惑你们的。况且，就算你们破产了，还有我秦家屹立于此。没错，各位叔叔伯伯放心，只要有我们秦家在，就定能让大家重归辉煌。对，只要秦家在，我们百族东山再起，是昼夜之间的事儿。家主，家主，不好了，出事了！王管家，你好歹在我秦家待了20多年，大庭广众之下，慌慌张张，成何体统？王管家，什么事？快说！家主，夫人，秦家被人追击，所有资产都被清算，只能宣布破产了。什么？家主，家主，家主，什么？破产了？1分钱也没了？什么？全没了？自作孽不可活。走吧。站住！谢少奶，这一切是不是你搞的鬼？夏云凯，你还没有资格在这里质问圣女士，赶紧滚开！若是再敢阻拦我，他现在已经一无所有了，和他动手毫无意义。我们走。是。你以为你今天搞到一切就能毁了我吗？我再登巅峰，我一定让你下地狱！爸，那我们现在怎么办？快联系那位大神物，他一定不会不管我们秦家的。快！好。董事长，4大家族已经全被清算，接下来要如何安排？是否要满足破产？算了，他已经一无所有了，只能依靠秦家存活。控制下去，秦家不必破产，这样他至少不会饿着，也算是我对这20多年的母子情最后一丝仁慈。董事长，那我们现在回别墅吗？不了，回老宅。爸，你说的没错，我确认过了，我们秦家确实没有破产。果然，刚才那人就是在演戏。绝对是，以他吴世清的实力，怎么可能让我们清算破产？凭什么？可是，今天在场的所有人都是海省各界名流，如果他们没有底气，怎么会让我们全族破产清算的？我知道了，一定是龙鼎集团的董事长隐退多年，不谙世事。他吴世清正是倚仗这一点，才会让海省各家族破产清算。小天儿，那你的继承权？小天儿，爸妈可没惦记你的大公司啊，我只不过是怕你这几年在外面的辛苦努力白费了，我们是心疼你。依我看，小天的继承权这件事情，也是吴世清借董事长之名所。毕竟，如果小天的继承权被罢免，那吴世清就可以手握重权，到时候那个老东西靠着他，可以算是衣食无忧了。这个死货，知道自己过不上富贵生活，全毁了我们家小天儿。亲家，到时候你可一定要帮帮小天儿啊！放心吧，亲家，今天这事儿没完，敢得罪我秦家，我让他付出代价。没错，我们现在当务之急是要赶紧见到董事长，帮助小天拿回继承权。可是现在合同被毁，我与龙鼎董事长从未见过面，怎样才能见到他老人家呀？老公，别担心，我得到消息，大华的首富将会在3日之后去大华婚宴，到时候他老人家一定会亲自出席。什么？
他老人家竟然回归了，太好了！时隔20多年，我终于可以再次见到他老人家了。只要我们能够见到他老人家，然后把今天的事情跟他说清楚，那一对狗男女一定会死无葬身之地。大华首富回归，必定举国震动。这邀请函恐怕……放心，邀请函可以拿。爸，你有办法？我秦家能长久不衰，甚至到海神首富，可不单单只靠财力。我们背后还有大华西境4大战神之首应龙做靠山。你是说应龙表哥？他现在已经是西晋王手下的最强将帅了。以应龙的本事，拿到邀请函不在话下。那太好了。开天儿，等你见到大华首富，一定要把今天发生的事情告诉他，让他好好治治那个家伙。就是，你看他今天那样，到时候你可千万不能手软啊！放心，等我重回巅峰，而他只配做楼底的一个蝼蚁。随手可以将他捏死。董事长，小吴啊，你先回去吧，我想一个人静一静。是。夏云凯虽然是个白眼狼，但他也是董事长活下去的唯一希望。现在连他也离开了，董事长该如何是好？将军，你的功力近日大涨啊！除尽倭寇又近1日啊！宣神主令：夏云磊五盖繁云，天下无双，征战万域，战功如圣，现封为大华第1帅头，特赐圣物威龙鸣天令。我夏云磊今日起即为大华第1帅头，凡犯大华者，虽远必诛。恭迎帅头，恭迎帅头，恭迎帅头。帅头大人，手下人找到了你亲生母亲。什么？关于我母亲的消息？她在哪？据调查，您母亲之前的全部信息被人为抹除，所以我们无法查到。但近日，海省首富夏云凯被养母拐走带大的新闻被爆出，我们发现这位养母就是您的亲生母亲。什么？那她怎么样了？您母亲靠卖菜为生，25年前收养夏云凯，精心将他教养成人，但他忘恩负义，于婚礼当日将您母亲骗出，联合众人戏弄羞辱他，甚至想置他于死地。鸡心狗肺的东西，敢辱我！我要他亡！众将士听令，立刻随本帅前往海省。是。妈妈，你怎么才回来？我肚子饿了，想吃饭。云凯，对不起啊，是妈妈不好，妈妈回来晚了，你等着，妈妈现在就做饭去。妈妈，我的玩具汽车也翻倒了。玩具汽车不就在那儿吗？妈妈给你拿。云凯，云凯，妈妈，你买的汽车真甜，给你吃一个吧。云凯，云凯，妈妈，云凯，你去哪儿了？云凯，你让我回来今年。云凯，云凯，你去哪儿
你买的橘子真甜。都是妈妈不好。看，于涵，你看你去哪儿啊？都是妈妈不好，都是我的错。启明啊，我终其一生获得了最大的权利和财富，却始终握不住我最想要的亲情。你和云磊都离我而去了，就连云凯他，难道我生重情，此生孤独吗？妈，你是云磊？妈，是我妈。这么多年，我终于找到您了。妈，是儿子不孝，这些年来未能在你身边尽孝。不，是妈没保护好你们，这一切都是我的错。妈，这不能怪你，是他们在害我们，不能怪您。好孩子，回来就好。我真的没有想到，你竟然真的还活着。这些年，你一个人在外面一定吃了不少苦吧？当年在机缘巧合下，我被一位高人救下，他收我为徒，将我养大，还传授给我武术。妈，这些年我一直都没忘记您，我一直在找您。好，孩子，来，快接你爸啊！启明，谢谢你啊，启明，谢谢你把云磊送回我身边。爸，我回来了。云磊，3天之后有一场宴会，到时候会有很多妈妈的朋友，妈想带着你一起去，告诉他们我的云磊回来了。好。妈，这宅子太旧了，要不您到我那儿去住，好让我有机会照顾您。好，妈先去打个电话。世清，通知下去，3日之后我的回归宴就定在龙鼎旗下的枫红酒店。董事长，枫红酒店那不是您当年送给云磊少爷的酒店吗？这些年一直都不让我们启用。我的云磊回来了，我必须要强大起来，才能保护我爱的人。云磊，走吧。妈，吃橘子。啊，怎么了？没事儿，走吧。好。帅统，据调查，那个叫夏云凯的男人，如今已改名叫贾小天，与秦家联姻。但昨日海省的全部家族都被破产清算，唯有秦家安然无恙。可有查出幕后之人是谁？没有，这背后好像有一位隐士高人，轻易将此事完全抹除掉了。
那就继续查，不惜一切代价也要给我查出幕后之人是谁。若是让我发现他对我母亲不利，我将亲自解决他，解决秦家。对了，帅头，属下在调查夏云凯时，无意间发现他20多年前被其亲生父母抛弃的视频。另外，属下还查到，当年您一家3口出事的背后，与如今的秦家有关。你说什么？好一个秦家，好一个夏云凯！原来我们一家当年所受的苦难，皆是拜你们所赐。那就一起偿还。这件事，没有我的命令，不许告诉母亲，你来解决。董事长，这是云岭少爷与您的 DNA 检测报告，请您过目。董事长，您不看一下吗？他的眼睛很像他的父亲，从我见到他的那一刻起，我就确定他是我的亲生儿子。世清，你给小勇打个电话。哎。小勇，这一次我的回归宴就定在你负责的枫红酒店，准备的怎么样了？回禀董事长，回归宴都已准备妥当，大华所有权贵得知消息都想要参加。不过我已经做好了人员筛查，确保会场上不会鱼龙混杂。对了，还剩秦家得知你要回归，在我不知道的情况下，他们费尽心思让西境战神联系上了我。也弄到了一张邀请函，属下实在不知为什么海省秦家会和西境战神有关系，是属下办事不力，请您惩罚。没事儿，这事也不能怪你。看来这秦家藏得够深啊。董事长，是否需要属下做些什么？不必，如果他们只是想在宴会上认识一些达官显贵，自然不用理会，但如果夏云凯还是不知悔改，你也不必心慈手软。是。秦家主，今天是大华龙鼎首富的主山宴，大华所有持大权者都会莅临。按理说，今天这个位置是不对外开放的，不过应龙战神与曹总是朋友，你们几位又是应龙战神的家人，可以破例接待。哦，对了。宴会开始之前，有一场与首富洽谈的名额拍卖，你们可以在此稍候一下。只有中标，才能和他大华首富的老人家见一面。而且，这宴会厅上都是显赫一时的权贵，光靠拍卖能取得见面的资格吗？老公。我应龙表哥可是大华首富徒弟曹总曹勇的朋友，你就放心吧，这个名额肯定是内定给我。小天，快看，那个狗东西又来了！尚主家，你怎么进来？光明正大走进来的。装什么？不就是看到我秦家势力庞大，又是首富徒弟的朋友，千方百计的混进来，想要毁掉小天吗？果然是个贱人，自己过得不如意，也想把别人拖进地狱。尚竹清，你真是够恶心的。夏云凯，你未免也太高看自己了。我懒得跟你计较。今天这宴会厅上可都是大华的指示，尤其是曹总，他可不是吴世清那狗东西能压得住的。要想活命，我劝你趁早消失在我眼前。曹勇，没错，曹总，他可是大华首富他老人家唯一的徒弟，也是这枫红的负责人，连京城三大家族见他都要让他3分。像你这种低等人，没见过也很正常。曹总的眼里可容不得沙子，可不像我们家小天，只会把你赶出去，心慈手软，给你留条活路。
我还不需要他放我一条活路。你们大可以去问问曹勇，这场回归宴如果没有我，他敢开始吗？你找死！口出狂言！你大闹我们的婚礼现场，撕掉小天的继位合同，等我们把这些一一上报给首富的土地，一定让你们两个求生不得，求死不能。好啊，你大可以去上报，我倒想看看曹勇他会怎么让我死无葬身之地。盛竹清，你还在夸我？老公，你是谁？敢拦我？你是什么身份？敢在我母亲面前大放厥词？母亲？盛竹清他的儿子早在20多年前就死了，你从哪儿冒出？我知道了，这个女人啊，一定是疯了，不知道又从谁家偷了孩子，硬说是她自己的儿子呢。秦嫣然，这里没有你说话的份。你竟然敢打我老婆！我睁大你的眼睛看清楚，我脖子上戴的是什么？平安玉佩。你是盛竹清的儿子，你竟然还活着！小天，就算他是盛竹清的儿子，又能怎样呢？看他的样子，8成也没有什么尊贵的身份。下贱人的种，骨子里果然透着个下贱。长得不错，身材也还行。嫣然，要不这样，我给你个机会，跪下来求我，我呢可以考虑考虑，给你找一个有钱的后妈，让你后半辈子衣食无忧，怎么样？滚开！盛竹清，你仗着吴世奇那狗东西，3番5次对我女婿女儿动手，真以为我秦家是吃素的吗？秦家，区区省内豪门也敢在我面前大放厥词。别说是秦家，就算我灭钱家满门，都是轻而易举，更别说扇你女儿一巴掌这么顺手的事儿了。哈哈，好，放眼整个宴会厅，就你们母子俩敢对我们秦家不敬。既然你们想死，那我就成全你们。来人！盛竹清，古代有句俗话说的，龙生龙，凤生凤，老鼠的儿子会打洞。没想到你这儿子像个垃圾，跟你一样愚不可及啊！将他们2人腿打断，丢出去。我倒要看看，敢与我秦家作对的骨头有多硬。孩子，别怕。妈，这次就让我来保护你。动手！云雷，你没事吧？妈，你放心，就这几个人还伤不了我。什么？镇龙气功？你到底什么身份？你怎么会西晋的功法？我的身份你还不配置？难道这个男人真有什么了不得的身份？哦，我知道了，你偷学西晋的功法，这可是死罪。原来如此，你竟然偷学西晋气功，还大闹宴会现场，却不知这正中我秦家下怀。哦，说来听听。我秦家能屹立大华几十年不倒，不光是靠大华首富他老人家，我们还有西晋战神之首应龙战神为靠山。等我应龙表哥回来，一定让你们求生不得，求死不能。应龙，他确实在我手底下做得不错，只是我不知道他还有你们这一帮愚蠢的亲戚。放肆！大言不惭！我应龙表哥的名讳，岂是你可以侮辱的？是吗？那你们可知，在你们面前尊贵无比的应龙，在我面前只敢卑躬屈膝，敬我如神。你无耻！没想到我盛竹清的儿子颇有大将之风。你可知道我应龙表哥是什么人啊？我应龙表哥可是西晋帅手底下的最强战力，等到他回来，一定有不好果子吃。大言不惭！你不过是这个废物的儿子，连我秦家的宠物都不如，竟敢口出狂言，羞辱应龙战神！我现在就命人将你2人废了，给西晋谢罪！我看谁敢动他！
恭迎应龙大神。郑竹清，本想让你们母子二人死得痛快些，可惜你们不珍惜，那接下来的下场只会生不息。应龙侄子，你终于来了，你们这是在干什么？表哥，那个20多年前偷走我老公的人来这里闹事，我们找人把他们清理出去，谁知道他们反把我们打得遍体鳞伤。你们还动手了？表哥，他侮辱我们秦家，还侮辱你，甚至还偷学了什么西晋什么气功。没错，就单凭他敢对战神威严不敬这一点，就够他死1000次。没出息的下等人，能死在应龙战神手里，是你们家的福泽。表哥，你一定要亲手把他们2个解决掉，等到首富老人家来了，再把他们送到首富那里。到时候，首富一定会对你刮目相看，然后我们再从长计议。李龙，快滚过来！放肆！你敢当众对战神不敬！闭嘴！老公，战神，你打我做什么？表哥，你这是干什么？完了完了，这下全完了，应龙战神都怒了。夏应龙参见帅统，拜见帅统。什么？他怎么可能是帅统？表哥，你是不是认错人了？他明明只是盛竹清的儿子，怎么可能是什么帅统？应龙启禀帅统，属下管教无员，冒犯你，请赎罪。云磊，他们说的帅统是你？没错，妈，当年出车祸之后，我被高人救下，之后便一心习武，如今已是西晋帅统。妈，从今以后就由我来保护你。云磊，你能走到如今这般地位，这么多年吃了不少苦吧？只要能和母亲团聚，我做的一切都值得。另外，属下还查到，当年您一家3口出事的背后，与如今的秦家有关。你说什么？应龙，秦家对我母亲无礼，你亲自断了秦家的生路，便可功过相抵。这是唯一的机会。启禀帅统，这恐怕不妥。秦家是我本家，如果断了自家生路，岂不是倒反天罡？应龙，入西晋从军者第1条便是遵从军令，你难道这么快就忘记了吗？无论如何，秦家生我养我，这种大逆不道之事，应龙绝不会做，请帅统恕罪。应龙，入西晋者不遵守军令，你可知是何罪？况且秦家在海省无恶不作、为非作歹这么多年，你当我不知道，还是说你早就和他们狼狈为奸，做了他们的保护伞？不遵军令的罪名我当然清楚，我应龙一生行事遵循的从来不是什么军令，更不是你。什么意思？我早已投身东晋，拜东皇圣尊为师，杀你轻而易举。如今你再也没有资格来指使我。应龙，敢叛离西晋，你可知是死罪！哈哈哈哈！3天前我还是惧怕你，但如今我已得到了圣尊的真传，我的功力远超于你。刚刚我还想饶你，可现在你步步紧逼，那就休怪我无情。盛竹清，就算你儿子是西晋祖父入主，只要我应龙表哥在，今日死无葬身之地。单凭一个东晋圣尊，恐怕你还没有这个胆子到我面前耀武扬威。你真正的底牌应该另有其人吧？你猜的没错，我背后的靠山不仅有东皇圣尊，还有龙鼎集团董事长的唯一的徒弟曹勇曹总。众所周知，大华金库雄厚，国主都要让他3分。如今他老人家出山，如果我能得到他老人家的青睐，我在大华的地位将一飞冲天。盛竹清，没想到吧？就算你让吴世勋清掉海氏百族，又能怎么样？我们背靠西晋，现在还有机会见到首富他老人家，我倒想看看我还能怎么办。哈哈哈哈！到时候我秦家可就是1人之下，万人之上了。
不错，等大华首富之日，我会亲自提着2位的项上人头去面对他，到时候再把婚礼上发生的事再告诉他，我相信他一定会把龙鼎盛世的继承权再交给。简直做梦！龙鼎盛世，只要我不开口，就算国主来了，你也不能走。盛竹清，我倒是希望等你死了以后，嘴也能像现在这样。夏云磊，你现在跪下给我道歉，我还可以让你们母子俩死得痛快。玲珑，你这一身功夫可都是我教的，你确定要班门弄斧，就不怕自取其辱吗？那又怎样？如今我已身怀东境和西境的身法，杀你轻而易举。云磊，你放心，妈，他是我带的兵，以他的功力还伤不到我。好了，去死吧！原来，破魂针，没错，是不是感觉全身的功力都在消散呢？这个卑鄙小人，不敢跟我正面硬扛，只会耍阴招。正史向来都是赢家型，如今我赢了你，没人会知道我用的什么方法。夏云磊，你可是高高在上的统帅，如今死在我的剑下，是不是很意外啊？要索命就索我的命，别伤害我儿子。妈，你快走，你别管我了。你放心，有妈在，没有人能够伤害你。哟，母子情深是吧？等会儿你儿子死，你也得死。盛竹清，这应龙战神可真是心地善良呀，亲手送你们母子俩一起下地。可是到了地狱下面，再找不到儿子了，可别再去偷别人的孩子。盛竹清，这就是针对我老公的下场。今天就让你们死无葬身之地。去死吧！龙鼎盛世董事长到。各位，宴会即将开始，宴会厅内禁止打斗，如有违反者，将会失去面见首富的机会，并且遭到全行业封杀。所以，还希望各位先放下个人恩怨。林龙侄子，现在面见首富才是最重要的，不要因为一些蝼蚁误了大事啊！没错，我今日如果能得到首富大人的青睐，这些垃圾我日后有的是时间清理。我今日大发慈悲，让你们多活一会儿，等宴会结束，我再来收你们的命。盛竹清，好好珍惜你们这机会。欢迎大家来参加回归宴。在宴会开始之前，我们有一个特别的拍卖会，那就是与大华首富面对面交流的机会，名额有限，仅此一位，价高者得。妈，咱们绝不能让秦家和首富发生关系，不能让他们获得首富的青睐，不然我们……云磊，你放心，他们这辈子都不会得到大华首富的青睐。如果他们今天没有来这场宴会，也许还有一线生机。但今日之后，秦家将不复存在。拍卖会正式开始，起拍价200万。200万，这么多！能跟我大华首富面对面交流，得青睐可不止200万啊！我出300万，400万，800万。我秦家有的是钱，这名额我秦家要定了。还有没有人要出价的？看样子是没有人敢与我们秦家比了。盛经理，你不如就直接宣布我们中标吧。800万一次，800万2次，800万。我出1000万。妈，您这是？盛竹清，你就是一个都比脸都干净的穷光蛋。你知道1000万有多少吗？魏经理，不必搭理他，他就是个卖菜的穷鬼。
他喊高价，纯粹就是为了捣乱。哈哈，原来是个穷光蛋，我还以为是什么隐藏大佬呢。这位女士，我们这里不是菜市场，也不是斗地主，您的1000万欢乐豆，我们可不能收啊。我有没有钱，你们又怎么知道？这是拍卖，价高者得。若是无人出价超过1000万，那这与大华首富见面之机遇便归我所得。至于我有没有钱，就不是你们该操心的事情了。他盛竹清现在有吴世清做靠山，所以咱们也不知道他到底有没有钱。但是，这个与首富见面的机会，绝对不能让给他。爸，小天说的对，这个女人实在是歹毒。我们现在也不能判断她到底有没有钱，只能硬着头皮继续加价。比钱多，我秦家除大华首富外，还没怕过谁。1000几百万，1500万。爸，我们还要继续加吗？能得到一次与首富见面的机会，花光所有钱用于我就不相信他有那么多钱。1600万，继续呀！你怎么不加了？在大华还没有人敢与我们秦家比财力。 1600万1次，1600万2次，1600万3次，成交！让我们恭喜秦家。各位，刚刚得到消息，大华首富今天就在宴会厅，他亲眼目睹了今天的盛况，自然也感受到了秦家的诚意。接下来，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龙鼎盛世董事长上台。首富在哪呢？到底是谁啊？走，跟妈一起上台。盛竹清，你是不是疯了？这是首富的宝座，岂是你这种人能做的？赶紧给我滚下来！你们两个哪里来的疯子？首富的位置也敢冒犯？趁着曹总和首富还没现身，还不快滚下去！滚下来！滚下来！你们又怎么确定我不是你们口中让曹勇俯首称臣的人物呢？盛竹清，曹总受首富青睐，在这大华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存在。你让曹总对你俯首称臣，我没理解错的话，你是说曹总是你的徒弟，你就是大华的首富？没错，我就是大华首富。真是什么话都敢说啊！你一个臭卖菜的，凭什么和董事长相提并论？真是胆大包天！盛竹清，今天来到这里的都是大华各族的世家名流，到底是谁给你的底气，让你在这里冒充大华首富？你既然想带着夏云磊去死，那我就成全你。来人，把他们给我抓起来！住手！恭迎曹总。应龙，你好大的威风，竟敢在首富回归宴上动手杀人！应龙侄子，咱们赶紧把今天的宴会厅的事儿告诉曹总，让他给我们做主啊！妈，大华首富的心腹曹总都到了，我们还要继续坐在这高台之上吗？放心，没有人能把我们从这儿赶下去。盛竹清，本来应龙战神想让你们俩死得痛快，但现在曹总来了，等待你们的只有那种慢慢的濒死的绝望。听我一句劝，赶紧自裁吧，这样你们还能死得痛快。是吗？恐怕死的会是我。你，那就等着吧，不知死活的蠢货！老公，待会我们离远一点，免得被雪呀溅脏逼。晚辈夏云凯参见曹总。你们在这宴会上到底做了些什么呀？曹总，今天是首富他老人家的回归宴，但是有2只臭虫跑进来想要捣乱，我们正准备处理嘞。什么？臭虫？没错，2个自寻死路之徒，嚣张至极。如果曹总愿意，应龙乐意带路。曹总，想必这2天你也听说了吧？盛竹清就是20几年前偷走我老公的人贩子，
前几天在我们的婚礼上，小天得知了真相，跟他断绝关系。他应该是觉得自己后半生再也不能衣食无忧了，于是大闹我们的婚礼现场，甚至撕毁了龙鼎继位合同。没错，没想到盛竹清他得知首富要回归，偷偷潜入宴会厅，目无尊卑。他这样做的目的，就是为了让首富他老人家愤怒，然后毁了我的人生。小天对他一再忍让。但是没想到，他更加变本加厉，不仅现在侮辱了大华的最高位，甚至自称是您的师傅，而且自称是龙鼎盛世的董事长。这二人罪不可恕，就该当场受死。曹总，请让应龙将他们碎尸万段。好，你们秦家做的可真好。曹总，您过誉了。曹总，不如您到旁边休息片刻。等我将二人清理干净，以免碍了您的眼睛。清理？今天这个宴会上最应该清理的，就是你们秦家整个家族。曹总，您说这话是什么意思？大闹宴会厅的明明是盛竹清，应该把他清理出去，碎尸万段呀！闭嘴！曹总，您这是干什么？您打我女婿干嘛？我也能打你，因为你生了个女儿，又找了个蠢女婿。曹总，您就是再生气，也不能动我们秦家人啊！应龙，你好歹是西境战神，我原以为你前途尚可，才愿与你结交，没想到你也如此愚不可及。从今往后，我和你再无瓜葛，赶紧滚开！什么？滚开！曹勇，拜见圣董！拜见圣董！起来吧。盛董，这怎么回事？为什么曹董叫盛董？他真的是龙鼎集团的董事长？不可能，这绝对不可能！没有什么不可能。夏云凯，这位你嫌弃、厌弃的养母，就是你和秦家还有大华所有权贵都朝思暮想的龙鼎董事长盛董。给盛董更衣。龙鼎集团负责人吴世清，徒儿分红董事长曹勇，拜见大华首富龙鼎董事长盛董。见过董事长，见过盛董。今日大华首富回归宴不敬盛董者，我将一一清理。不，曹总，他就是一个卖菜的下等人，低贱的平民，怎么可能是首富呢？您一定是搞错了。你以为我是和你们秦家一样有眼无珠吗？大华首富是谁？他老人家会不认识吗？不是，曹董，小天他不是这个意思，不是的。滚出去！我经营半生，拼尽一切，只差一步便可登峰。今天这一切全让你们几个蠢货给毁了。表哥，我不知道，我真的不知道。盛董，是我秦家有眼无珠，还口出狂言，得罪了你，求求你，再给我们秦家一次机会吧。滚开！别跪着，别玷污了首富的眼睛。盛董，帅统，他们秦家作茧自缚，得罪了你，都是我管教无方，还请您恕罪，我绝无怨言。但是他们秦家万死难辞其咎，还请您让我亲自清理门户，以儆效尤。表哥，我们是一家人，你不能这样对我们，表哥。应龙，我早就说过，如果你愿意亲自动手清理门户的话，还有一线生机。可你背叛西境，违反军规，罪无可恕。如今你的下场便如同这秦家一样，覆灭。帅统，请您恕罪，我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呀。我这几年为西境尽心尽力，您都看在眼里，您不能这么狠心呀。可你是如何对我，如何对我母亲的？夏云磊，别给脸不要脸！别以为你有个首富的妈，我就怕你。今天只要我杀了所有人，我依然可以屹立顶峰。
抬下去。完了！原来大华首富就是申竹清，他的儿子就是西晋统帅。我们秦家把他们家得罪完了，我们秦家完了，全完了。不，云凯，他养了你这么多年，他肯定对你还有感情，你求求他，你求求他放过我们家。原来你真的是隐退多年的大华首富，而你隐瞒了我25年。是。你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？为什么要打破我原本平静的生活？为什么在我即将得到我梦寐以求的龙鼎盛世，又让我一无所有？为什么要骗我？我在你的婚礼上就告诉过你，你能登上海省首富，全是仰仗我；你能拥有龙鼎的继承权，也是因为我的授意。我说你是我捡回来悉心养大的，我的话你可曾信过一句？你在说谎！你在说谎！明明是你偷走了我，明明是你毁了我的人生。既然不信，多说无用。夏云凯，你确定你那个所谓的亲生父母是真的爱你，而不是爱你的权势、钱财？什么意思啊？带上来！妈，沈竹清，你已经毁了我的人生，还要对我爸妈做什么？不做什么，只是想让你睁大眼睛，好好看清楚，这个世界上谁才是毁了你的人，谁才是爱你的人。真晦气！不是真的，不是真的！太可恶了，连亲儿子都争了下去。妈，你快告诉我，沈明不是真的，他不是真的。沈明是真的。当年我跟你妈养了3儿子，你一生下来就有病，我们只能这样子了。要不是我们扔了你，怎么会被别人捡到？你又怎么会平安健康的长大呀？真相是这样的。为什么要骗我？景云，还有景云，那是我付出多少心血、多少努力才能站到如今的高度。为什么要一句话毁了他？夏云凯，你资质平平，这些年都是盛董在你的身后用他的双手扶持，才能让海省的权贵看重你，才能让你顺利的走到你想去的地方。可你是怎么回报的？不是他，不是他。云凯，我捡到你的时候，正是我隐退之时。我视你如珍宝，我不想你因为我而受到仇家的伤害，所以我才用普通人的身份把你养大。但我没想到，却换来了你的厌恶和不信任。是我这个做母亲的失败，是我对不起你。但是，你别再叫我妈，我俩的情分到此为止。以后再无报告。妈，我知道错了，你再给我一次机会，你打我骂我都行，你怎样都行。小时候我就教过你，这世上不是所有的东西破了之后都能修补，失望积攒够了，最亲的人也会离开。你辜负的真心，就要自己承担后果。放手吧，孩子。于磊，我们走。沈董，沈董，我们秦家都是被夏云凯骗的，才会做出如此大逆不道的事啊！我求求你，再给我们秦家一次机会吧！我求你呢！盛董，都是他为了权势骗我，不是这样的，你放过我们秦家，放过我们秦家，都是他骗我。秦家，你们真以为当年做的事没人知道吗？不，当年那整车祸是有人指使我干的，不是我的本意。曹勇，属下在。
所有在宴会上闹事者，如我儿者灭。是。当成废草，爱我的人，我真爱入不，是我有眼无珠，作茧自缚。